天可是9月初9的大日子。王大侠，你也要上去比试比试？废话，不然我大老远的跑到白云观来干什么呀？哎，今儿个可是9月初9，比武推举武林盟主的大日子。我说你们俩是不是有毛病？来这儿的人都知道，还用你们跟我说？哎，你们是不是找茬啊？影响我准备？嘿，我们疯了，敢惹你？我们这不是帮衬你吗？你们来帮衬我，就给我闭嘴！诸位武林同道，今天是选举武林盟主的日子，相信诸位从各地赶来，都盼望着这一刻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江湖上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武林盟主武当的掌门赤松道长不幸仙逝，少林主持晴空大师更是莫名惨死。这一变故已引起少林和武当的一些误会，所以今天在选举之前，少林和武当已经同意双方要进行一场比武，用我们武林中人最能接受的方式来化解矛盾。胜者有权要求对方摆设灵堂，披麻戴孝，为死去的掌门祭奠。少林和武当弟子在这场比武之后，严禁再动手寻仇，否则，所有武林同道都有责任对滋事者严办，杀无赦。这是一场公平的比武，双方点到为止。在座的各位都将是见证人。哎呀，点到为止。要是止不住怎么办呢？就是，晴天和顽石过招，打急了谁敢上去劝架？那不是找死吗？搞什么名堂？不是说选武林盟主吗？怎么变成了武当和少林的仇杀了？哎，对呀，说的有道理。各位，武当和少林的弟子，两大门派，分别是我们中原武林的中流砥柱。大家千万不要冲动。如果还没有搞清楚事实真相的时候，就已经结下冤仇的话，这样对中原、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今日的比武，乃是权宜之计。之后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。我们的掌门人，就是被这些少林臭和尚害死的。对，就是少林害死的。胡说！是你们害死了我们方丈大师！对，是你们害死的！大家先冷静一下。今日的比武，其实是为了消除大家心中的怨气，并不是代表可以互相残杀。如果今天谁要是让我看到主动伤害别人的话，我会第一个阻止。在下紫衣侯，希望今天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可以搞清楚事情的背后，到底是谁在捣鬼。请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向两大门派的弟子做个交代。
性命相搏，非出事不可。真希望擎天大师赢了那牛鼻子。再这么下去，一定非闹出人命不可。堂堂少林就这点能耐，哼！收拾你绰绰有余。牛鼻子快不行了。顽石道长极有心计，他知道这场比武一时三刻分不出胜负，他这是在耗擎天大师的真理。那可怎么办？你不用担心，我都能看出来，我想擎天大师也一定能看出来。大师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。拿剑来！这不是呼延大藏？我要你的赤霄宝剑！我先杀了你！有道！你能破我的剑法？大藏，走！3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！道长，不可无礼！不，把剑放下！胡师兄，先把剑放下。宝玉，你曾经有这样的感受？当年，我的师父，你的外公白三空，惨死在蓬莱人的剑下。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？现在，我的掌门
被人打成了重伤，我又是什么滋味？胡师兄，我了解你的心思。可是，少林武当有约在先。有约在先？不是有约在先，点到为止吗？可是，他们把我们的掌门打成了重伤，这也是有约在先，这也是点到为止吗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杀了他再说。呀！你这点功力打不过他的。胡师兄，胡师兄，这位是我是个酒鬼。哎，你又是什么人？如此狂妄，竟敢坐在大殿的正位上。看身手，想必是江湖上人说的醉侠吧？在黄河狂侠的面前，我怎么敢称这个侠字呢？这个金大侠是不是在白云观做什么坏事了？怎么连性命都不敢报上来呀？就是因为我什么事情也没做，否则赤松道长就不会死了。哎，我正有事要问问金大侠，这个白云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白云观上的事情，你们不是都已经清楚了吗？怎么还来问我？难道我还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吗？赤松道长惨遭毒手，现在我师兄又遭遇了不测，请金大侠能帮大家解开一些谜团。赤松道长身中28箭，但是我相信他在比武之前就已经中了毒。中毒了？没错。比武之前，在下也曾陪赤松道长练过剑，后来在下也曾表示过，希望能够见到蓬莱人的绝招，不然无法破解呀。没想到道长把在下随便说的一句话记在心里了。原本道长是不会死的，如果他交出了赤霄宝剑，那么他就是对全天下的仆役；如果他比武输了，又不能交出赤霄宝剑，那么他就是自食其言呐。赤松道长一辈子一诺千金，让他出尔反尔，还真不如死了。可是，这依旧不能解释道长为什么身上中了那么多箭。这既然都是个死，那为什么不能死得有意义一些呢？你的意思是，赤松道长是自己找死？赤松道长的身上留有28道剑痕，他是想让在下清楚地知道呼延大藏的绝招，以便寻找破解之法呀！荒谬之极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这武当怎么找了你这么一个大笨蛋当掌门呢？你说28剑给你留下了破解之谜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说你的眼睛是不是瞎了啊？刚才在擂台上，那蓬莱人使的那一绝招，原本是无人可以破解的，在下不是挡下来了吗？虽然紫衣侯曾经见过一次，而且也给在下演练过，但那毕竟是在船上。呼延大藏的绝招已经完全走了样，所以才败给了紫衣侯啊。可赤松道长身上的伤就不同了，从伤口的方向、深度都很准确地反映出这一招的力道。为了让在下清楚地看到这一招，赤松道长他撑到了临死的最后一刻。道长，
他是死意已决，他是想用身体来给我们一些线索呀。什么线索？是想从这些伤痕上看出呼延大藏的招数，以便让我们找到破解的方法呀。起初我还一直不明白，赤松道长临死时为什么非要说出这4个字。丸石道长，你能够明白吗？哼，那是纯阳剑法的第10招式。道长还是蛮用功的嘛。赤松道长临死时挣扎着要告诉在下，就是在面对对方的绝招时自己所使用的招数。他是想让在下清楚地明白，在整个对阵的一刹那的过程啊。武当剑术最讲究的是观察对手在出招时的变化，但是这次赤松道长先让自己出招，很明显是为了留下剑痕，让大家知道。这种气魄啊，你们在座的谁有？万石道长，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？那下毒的事又该如何解释？在白云观上的人，每个人都接触过道长，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都有嫌疑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有一个武功深不可测的人，在操纵着这一切呀。这一点，我和紫衣侯的看法是一致的。你是说，有人在暗地里下毒了？你觉得不可能吗？老衲不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，但是不知金大侠是否有证据啊？证据嘛，目前倒是没有。可是有一件事情，能从中看出些名堂来。你太冲动了，不是跟你说要听我的命令吗？要我取消比武？我们知道你很想得到赤霄宝剑，可是白云观上高手如云，就算你赢了王颠、紫衣侯，可是还有金祖阳呢。今天方宝玉的功夫绝对不可小视。这还是在明处的，在暗处的高手更是如林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硬拼呢？我来中原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拿到宝剑。无论对手多强，我都不能退缩。没有人让你退缩，只是跟他们硬拼，实在太没有意义了。我们都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你还要救珠儿。如果你有什么意外，那珠儿怎么办？就算你救得了他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我当初答应你救珠儿，完全是因为看在王大娘的面子上，毕竟珠儿是她的孙女。可是你呢，非亲非故，非要从人家爹手上把人给抢过来。你成功了，全天下人都会追杀你；要是不成功，你的小命就只能丢在白云观了。你答应让我救珠儿，让王大娘土笼子帮我，完全是为了骗我来白云观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只不过是帮你夺取武林盟主之位。我何须骗你呢？只要你知道赤霄宝剑在白云观，你自己都会来。我们的对手太强大了，所以我们只能智取，不可以强夺。大藏，木兰跟圣母说的对，你还是不要太冲动了。我们2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只要你肯听我的，你我就都会成功。像你今天这样冲动的出手，实在是不应该。以后这样的错误，不允许再犯了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我希望你不要打这一仗。如果你实在非要打的话，给我带上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杀人神水。只要你按住底部的机簧，神水就会弹出来。
就算晴天有3头6臂，他也会死无葬身之地。这种东西我不要。现在不是讲规矩的时候。你真的以为那些人是正大光明的吗？你还真以为是自己剑术高明杀了赤松队吗？你别做梦了。你记住，江湖上只有成名和活着的英雄，没有仁义和死了的英雄。我要的是公平比武，真正的决斗。可是你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比武。你和紫衣侯在渤海之滨的决斗，你被迫在海上交手，结果你输了，险些送命，这公平吗？还有，你和赤松的比武，赤松是因为之前就被人下了毒，结果他死了，你赢了，这样的交手也公平吗？你别做梦！大藏，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，别忘了珠儿还在等你，你不可以有任何闪失的。别人怎么做我不管，我不会做这种欺骗的事情。你这是自己骗自己。大藏，圣母说的有道理。连你也同意啊？即便你今天杀了那个大和尚，还会有很多的高手围着跟你交手。车轮战对你不占优势，我们只能智取。这又不是什么智取。我们在青木堡偷袭敌人，那不是智取吗？为什么那时候你可以，而现在就不行了呢？怎么都好，反正我不会那么做。只有你会那么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种事只有你才，只有你才会做。大藏，大藏！在下有个不情之请啊。金大侠，请说。在下能否检查一下晴空大师的遗体呀？这么做，恐怕不太妥当吧。晴空大师已死，难道我们还要让大师死后赤身裸体的面对我们吗？此事关系重大。如果少林同意，在下也许能从中看出些端倪。肉身不过是个臭皮囊，师兄不会在意的。只要能查出凶手。没错，我觉得大师身上中的所谓无极剑法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我相信一定能查清楚。侯爷说的极是啊。虽然从方向手法上都是一剑贯长虹，可是有一点却是不大对头啊。还请金大侠明说。这武当的无极剑法是用来练气的，一旦用于对决，主要是靠剑气伤人呐。这套剑法，如果普通人用来，那是平平无奇呀。可是，一旦要是高手运用，却是威力无比呀。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高手的内功要高很多呀。一剑贯长虹是无极剑法中最凶狠的杀招，高手以内功驱动剑招，这威力如同排山倒海。如果晴空大师中箭，这剑尖儿从咽喉进入，将直接从整个颈部贯穿。可是这一剑，却只是在咽喉上划了个口子，虽然足以致命，可是力道却小了很多呀。这么小的力道，说明此人的内功平庸啊。可是一个武功平庸的人，怎么可能与晴空大师动手？更不可能还杀了晴空大师啊！所以这是自相矛盾。也许晴空大师当时一时失神，遭人暗算。不会，两大高手过招，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失手的。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大师当时的身体位置，更不知道大师当时用的是什么招数啊。
王大侠说的也有道理。不对，正面中箭，自然是面对对手啊。说不定大师当时正在急退，所以才会中箭。不可能的。以晴空大师来说，他不可能不知道对方运用的是无极剑法，更不可能不知道这高手使用一剑贯长虹的剑气要长达数丈啊！晴空大师是在山谷中与人对决，怎么可能会退出这么远？更不可能不知道向两边躲闪呐！哎呀，别在这儿瞎猜了。比武的时候有无数的意外情况发生，除非你当时亲眼所见，否则你永远也搞不明白当时的情况。所以，在下需要检查一下晴空大师的遗体呀。金兄，发现什么了？晴空大师的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。师兄到底是怎么死的？那大师就不是死在无极剑法之下。如果真是像我想象的那样，武林中从此以后就会永无宁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曾经听我师父说过，在很久以前，江湖上曾有一种很奇怪的武功，叫七煞琴音。七煞琴音？会这种武功的人，是一个行为十分怪异的老者，名叫不老神仙。无数的豪杰都想铲除这个祸患，不过没有一个人打赢过他，而且全部都丧了性命。从此以后，这个人就消失了，七煞琴音也就从此失传了。那都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原来这背后还真有人搞鬼啊！可是到底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？一定是白水宫那个妖怪。白水宫？你刚才说那个不老神仙就是邪派的大魔头。我们今天的五行魔教，也就是所谓的白水圣母，他的武功十分怪异，就仗着这种武功，把邪派和魔教重新的整合在一起，来对抗我们中原武林。五行魔教，我少林绝不容你！你是什么人？老衲少林擎天。原来是你。我听说你在武林大会上伤了武当的顽石道人。老衲一时冲动，和道长动手，实在是追悔莫及。今日前来，正是要将功补过的。什么意思？老衲今日是来要你的命的。顽石不该死，该死的是你。什么乱七八糟、莫名其妙的东西！老衲今日倒是要看看，是你的七煞琴音厉害，还是我的狮子吼更强？什么七煞琴音？
他的剑。来的正好，反正我也没耐性再等你3天了。呀！还不用绝招。住手！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怎么，黄河大侠也想争当武林盟主吗？铲除魔教，武林中人责无旁贷。王某今天就是要争做这个武林盟主，号召天下的武林侠士，彻底剿灭你们。那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你有没有福气当这个武林盟主就不一定了。不过我倒是乐意，你这个蠢材做这个武林盟主。休得放肆！黄河大侠可否答应我一件事情？如果你真的当了盟主，我希望能和你打一仗，决出胜负之后，全天下武林都要听命新盟主，不可再有什么不满和挑衅。你好像能做武林盟主一样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战定江山。诸位武林同道，武林盟主的推选本来是我们中原武林的大事，五行魔教却来争夺盟主之位，难道我们能够拱手把盟主让给魔教吗？绝不答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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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我们是想通过比武来选举。可是魔教从中作梗，先是挑起武当和少林的误会，致使顽石道长身受重伤。今天，擎天大师又被蓬莱人所害，他们现在已经围了白云观，要对我中原武林下毒手。我们在这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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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们是要跟他决战，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一盘散沙。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慢慢选举武林盟主了，我们更不能像以往那样一个个上擂台来较量。往年总会有不少高手受伤或丧命，我们需要每一份力量来对抗魔教。所以今天王某不才自荐出任武林盟主。如果有谁不服的话，可以上来挑战。武林盟主应该通过比武来选，怎么能自封呢？他算什么？凭什么他当武林盟主？这武还没比呢。非常时期，他也是迫不得已。王某也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选出盟主来对抗魔教。不知大家意下如何？我反对。奉天，要不是我和擎天比武，怎么轮得上你做武林盟主？
做武林盟主，虽然不必出自名门，但至少不能跟邪教扯上瓜葛。这位王大侠的母亲，不但身为邪教中人，而且他的女儿还和那个呼延大藏有着扯不清的关系。没错，在下的母亲是魔教中人，我的女儿也因为一时糊涂，与魔教扯上了关系。珠儿，珠儿怎么会在这儿？为什么还被绑起来？珠儿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的亲骨肉，听我句劝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真没有想到是你啊！你亲手杀死了奶奶，我恨你，我恨你啊！我今天要正告大家，我王颠为了武林正义，已经把我的母亲王大娘杀了。他带人暗闯白云观，杀了许多武当道士。为了武林正义，为了天下人的正义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古人尚可大义灭亲，难道我王颠还不如古人吗？今天，我就把我的女儿交给全天下的人，让大家看着发落吧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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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推荐王大侠做武林盟主。王大侠做武林盟主。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魔教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们设在外面的暗哨都被我拿下了。不过你们不用紧张，我不会对你们轻举妄动。在场的所有武林豪杰，没有一个怕死的。你既然来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走。你们武林不是最讲规矩的吗？怎么，今天怎么就这么没规矩啊？我要是对你们动手，何必我自己亲自来呢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就是来看看，今天到底谁能当这个武林盟主。我看你王颠有没有这个能耐。现在我可以恭喜你，接下来我可要跟你动手了。也许这个盟主的位置，恐怕要换我做。别做梦，这里没有你什么事。你休想做武林盟主。对，休想做武林盟主。要想当领袖，靠的是实力，光乱喊乱叫有什么用？怎么样？你们谁敢上来比试啊？王颠，你这一仗是敢打还是不敢打？怎么，害怕了吗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可是有约定的。
我和你比武，为了珠儿。痴人说梦！如果我赢了，赤霄宝剑和珠儿，你都交给我。你好像很有把握一样。我告诉你，赤霄宝剑你休想拿走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绝不允许我的女儿和你在一起。今天的白云观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如果你杀了大藏，我也不会活下去了。如果我死了，就没有人阻止你们了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绝不允许你和他在一起。慢着！我跟你比试。方宝玉，想不到你终于练成了一身好武功。王颠，大藏是向你挑战，是为了夺得武林盟主的赤霄宝剑。可这个人有什么资格向大藏挑战呢？难道说打败了他，就等于打败了你，就能得到武林盟主和赤霄宝剑吗？这个蓬莱人杀了我们无数豪杰，这样的魔头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如果是比杀人，那好办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围山城的火魔神兄弟就会把这儿烧成灰烬。盟主，希望您能同意我和大藏比武。好，今天本盟主特准方宝玉与呼延大藏比武。王颠，这就算完了吗？这未免太荒唐了吧！我可以告诉你，呼延大藏是我的义子，他有权代表我出战。如果他输了，我会马上离开白云观，从此不再涉足中原武林。可这个人和你非亲非故，他凭什么？如果他赢了也就罢了，如果他输了，那你是不是再弄出个李宝玉、张宝玉来？难道我们就一直打下去？是不是要把在座所有的人都杀光，这才算完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还真不如我现在一声命令，让这所有的人全部死掉。方宝玉乃清平剑客白三空之后，出身名门，与我们王家也是渊源极深。今天，我就将小女许配给方宝玉，诸位英雄做个见证。你收了个蓬莱人做义子，有什么资格做武林盟主？
宝玉，你愿意吗？只要杀了呼延大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方宝玉，奔月，王爹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选定后天比武。奉陪到底。你为什么不当武林盟主？你为什么不肯出面？如果你肯出面，天下就不会这么乱，武林盟主也轮不到王颠来做，宝玉也用不着替他去跟呼延大藏比武，他也用不着把珠儿许配给宝玉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奔月，你冷静一点儿。我能冷静吗？宝玉都要娶别人做老婆了，我怎么冷静？我知道你很不开心。我也很失望，我对这个江湖非常的失望。说什么武林豪杰，晴天和顽石身为少林和武当的掌门人，为了一时之气，竟然大打出手，结果令2个门派两败俱伤。那又何必呢？为什么他们那么鲁莽？因为江湖之事实在太难预料了，在江湖里面的感情一样是很难预料。奔月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可以回到船上去住，过我们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好吗？你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。那你为什么不阻止王爹把珠儿嫁给宝玉？这个你总能做到吧？是不是我不再叫你爹了，你就不管我的事了？奔月，你不能够这样说话，侯爷他是有难处的。你把我当不当你爹并不重要，我永远都把你当我女儿。我不想让你受伤害，听我的话，回去吧。不，我要跟宝玉在一起，死也要跟他在一起。奔月，我们心里也很难受，谁也没有想到，王天为了不让呼延大藏跟珠儿在一起，会做出这样的安排。依我看呢，方宝玉那个小子就不是个东西，他自己怎么就不拒绝呀？这种事情别人插得上嘴吗？夏蝉，行了。方宝玉是他外公白三空养大的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什么条件都会答应。我不想因为你们的鲁莽，害了你们一生。因为我是你爹，我不想我的女儿因为这个而受伤害。听我话，跟我回去。那说明宝玉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奔月。夏蝉，你少说2句就不行吗？本来就是嘛。奔月，你别着急，宝玉是不会跟珠儿在一起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不行，我要去问宝玉，听他亲口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2位道兄，我想见一下珠儿。对不起，方公子，除了顽石道长和王颠王大侠之外，这个房间谁也不能进。还请2位让开，否则莫怪在下无礼。
掌门的吩咐岂可违背？方公子请回吧。让他进去。你们退下吧。胡师兄，这有什么事情我负责。是。宝玉，求你不要杀大藏。珠儿，来，坐下说。你真的喜欢那个呼延大藏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他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。你不明白？不，珠儿，你不应该喜欢他。呼延大藏是个蓬莱人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真不明白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当初他杀了我外公，你不是还鼓励我，让我学好武功，为我外公报仇吗？他不是杀人魔王，你不能这样说他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我告诉你，当初我身中剧毒的时候，是他舍命相救；我无依无靠的时候，是他在身边照顾我。全天下所有的人都有可能骗我、害我，包括我爹，就只有他，他绝不会抛弃我的。珠儿，你醒一醒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呼延大藏是整个中原武林正道的敌人，你为什么要喜欢他？他杀了我外公，杀了齐鲁四杰，杀了赤松道长，他满手都是中原武林正道的鲜血。你跟着他，只能到处流亡，到处被人追杀。宝玉，糊涂的是你啊！你怎么就看不出我爹是在利用你呢？他为了争夺武林盟主，连自己的亲娘都能杀害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杀了呼延大藏。你跟着他不会有幸福的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这样错下去。珠儿，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才跟他在一起的，我真后悔，当初没能早点把你救回来。我心里一直都在惦记着你。我记得上次在白云观，我虽然跟紫衣侯在一起，但是我一直都在想着你。可惜，我当时武功不济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多恨我自己吗？方宝玉，你杀呼延大藏，到底是为了你外公，还是为了他？在白云馆的时候，你心里始终想的是他，是吗？好，你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。原来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过我。珠儿，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才跟他在一起的，我真后悔，当初没能早点把你救回来。我心里一直都在惦记着你。一时冲动，难为了少侠。要你去出战呼延大藏，当时我武功不济，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那时，眼看着他杀了我外公，残害中原武林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杀了他。今天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我绝不会放过他的。宝玉啊，
虽然你已经练成了旷世神功，但是像呼延大藏这样的高手，你还没有遇到过，更不要说临战经验了。还是要小心呐。今天我们来找你，就是想考考你的武功。多谢各位前辈的鼎力相助。你要小心迎战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宝玉呀，今天我就用大藏的功夫来考考你。金兄果然是天下第一剑客，虽然他不曾和蓬莱人交过手，却可以模仿蓬莱人使出的剑招，分寸也拿得挺准确。宝玉的功夫更是惊人。这孩子因为从小外公不准习武，从来就没有好好练过一点功夫。哎，现在居然能和天下第一高手对决，不可思议呀！宝玉啊，你这样是绝对赢不了对方的。你现在手上只有这套君子剑法，在剑招上是绝对赢不了那呼延大藏的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你现在完全用戒日神功来护体，这种方法虽然能够自保，却完全不能攻击对手。只有将戒日神功和君子剑糅合在一起，才能利用你内功的优势来击败对手啊！我知道。啊，蓬莱人用的绝招叫做厌反，你可要小心呐！如果破解了厌反，就可以打败大藏。你要记住啊，一定将戒日神功和君子剑融汇到一起，才能够取胜啊！宝玉知道。有了宝玉的神功，就一定能让呼延大藏束手就擒。王大侠，有件事情，希望你一定答应我。啊，走，我们到里面去说。走。出战呼延大藏，我义不容辞。不过，我绝对不能娶珠儿为妻。少侠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奔月，可是我在天下人面前已经把珠儿许配给了你，现在要收回，恐怕让天下人笑话。哎，其实呢，你应该考虑清楚，再将珠儿嫁给宝玉的。既然现在宝玉都不赞成了，不如就这样算了吧。哎，就算是父母之命，那宝玉的父母也还没有答应吗？宝玉最亲的人就是白三空了，在下和清平剑客那是几十年的交情，我想宝玉的婚事，我就做主了。我说王大侠呀，我们3个人里面，你是最没有资格做主的。这当年白三空临死的时候，曾经亲自修书一封，将方宝玉托付给紫衣侯。就凭这封信，紫衣侯就是方宝玉的父亲。在下将戒日神功传给了宝玉，
啊，那好歹我也算是他的师傅吧，你又算是什么呢？啊，这天地君亲师，你是一个都不占，凭什么说嫁就嫁呀？要是让我说出来，你们3个得先发个誓，这个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我们听着呢，你尽管说吧。在下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宝玉能够有把握战胜呼延大藏。我不明白。这个蓬莱人现在最在意的就是我那个宝贝女儿了。如果让宝玉和珠儿成亲，那个蓬莱人一定心智大乱。到了那天，宝玉你和他比武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珠儿，你们说，呼延大藏他还怎么打？这一招攻心为上确实是厉害。不要说宝玉已经将神功练成，就是没有练成，也有很大的机会在比武中占得上风啊！不管怎么样，我绝对不能娶珠儿为妻。所以，你们几个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，否则的话，那就是前功尽弃了。至于婚礼嘛，还是要举行。宝玉，我答应你和奔月成亲，真的。不过，对外要称是和珠儿成亲。这招瞒天过海，如果要是成功了，呼延大藏他是必死无疑呀！我已经见识过方宝玉的武功，绝非一般的武林高手可比，甚至在紫衣侯、金祖阳等人之上。我担心这场比武啊。上次在白云观，他根本没什么武功，这次相遇完全不一样。难道他学了什么巫术？可能是因为他天赋秉异吧。小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为他的骨骼和体质，天生就是练武的料。而且他又聪明异常。什么东西一学就会，后来又有了这段奇缘，所以可能才有了现在这样的身手。你为什么那么了解他呢？哦，我之前曾经跟他交过手。那结果呢？你要想取胜，蛮拼是不行的，更别指望想在招式上取胜。如果想在招式上取胜的话，那我该怎么做？你的绝招就是厌反。你上一次利用厌反，打败了赤松等人，